在牛市里赚的钱又在熊市里都亏回去，这或许是许多投资人共同有过的经验。今天我想教给大家一本被无数人遗忘却价值连城的投资者生存手册。这本手册它不是关于如何快速致富，而是关于如何永不沉没。如果说牛市是市场给予你的掌声与奖励，那么熊市就是一场无情的期末考。在这场考试中，能通过的人并不是依靠冲刺的速度，而是稳定的韧性。接下来我将带你深入投资背后的数学陷阱、心理战场，以及4个能让你穿越风暴、站稳脚跟的策略。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起航。第一章，为什么少亏就是赚？这个观念至关重要，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想象市场是一片大海，牛市来了，所有人都轻快地乘风破浪，投资人赚了 70%。但其实只是因为此时市场趋势向上，大多数股票都在上涨。这时候赚钱相对容易，人心会被自信蒙蔽，觉得自己是天才，持续投入资金追逐获利。但一场熊市风暴袭来，若使资产下跌了 60%，这时候，一个残酷的数学真相摆在眼前：想要再涨回来，并不是涨 60%， 而是你必须赚回 150% 的幅度，才能回到原点。但反观，如果投资人有妥善分配资产，在牛市不贪快，稳稳赚了 30%， 熊市只赔了 10%， 那么你只需要再赚回约 11.1%， 就能回到原点，甚至很快就能再创新高。这就是亏损的破坏力，它并不是线性。当股价每多跌1分，你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才能追回来。正如巴菲特反复提醒我们的，第一条规则不要赔钱，第二条规则永远记住第一条。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告诉你，保护本金就是你在市场上活下去的权利。一旦耗尽，就算后面有再好的机会，也与你无关。巴菲特所指的并不是完全不能赔钱，因为就连股神自己也做不到，而是指不要让自己面临大幅度的亏损。换句话说，如果你具备能够控制亏损的能力，避免大亏并尽量控制在小亏，而获利多寡则交给市场决定，如此长期下来，你就可以稳健获利。第二章，心理战场，熊市是一场心智的考验。熊市的残酷不仅在于数字，更在于对人心的考验。当资产每天都在经历波动，人类最原始的2种本能就会显现：恐惧与贪婪。多数投资人都是被这2种情绪像钟摆一样来回拉扯，最终精疲力尽。而那些能穿越熊市，甚至在熊市中累积财富的投资人，他们靠的不是预知未来，而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他们理解，在市场动荡时，下跌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在他们心中有一块坚不可摧的理性基石，所有市场波动，在他们心中早已经思考过、排练过并有所准备的。投资之父班杰明·葛拉汉早就告诉过我们，投资成功的秘诀来自于安全边际。他强调的不是追求高收益，而是防御与保护。真正安全感来自于你能承受最坏的结果。安全边际简单来说，就是买在资产被过度折价的时候，让本金建立在低于内在价值的位阶，这也正是构建稳定心态的基石。大多数人对股票的兴趣是在别人也感兴趣时才出现，但当市场无人问津时，才是审慎投资的最好时机。第3章，4大策略筑起你的防御之墙。1.
打造你的避风港，资产配置。永远不要让你的船上只有一种货物，将资金分散在股票、债券、现金以及黄金、房地产等。正如避险基金桥水基金创办人雷达利欧的全天候投资策略其核心理念，圣杯就是由15种不相关的资产所组成的投资组合。他强调的就是多元化能有效降低整体资产波动性。因为基金公司资产规模庞大，所以需要分散投资于较多项投资组合。对于一般个人投资者，视情况差不多由3到5种不相关的资产组合其实就差不多了。防御是最好的进攻准备，当机会来临时，你才有把握的权利。若投资初期本金并不多，则不用太过分散，可以优先以指数型 ETF 与现金这2项来分配就好。当投资金额有所成长以后，随着资产金额的增加，再逐步加入债券、黄金、房地产等部位的配置，逐步建构多元化的资产组合，风险分散并达到资产稳定成长的目的。2. 设立保险丝，有纪律的停损点。停损不是认输，而是纪律的展现。它是一个事先设定好的目标价格，确保市场对你伤害不会是无限扩大。请提前设定好疼痛门槛，必须严肃检讨并部分减仓。风暴时，你的纪律就是船的绳索，能不能活下来全靠它。不要让情绪来决定你的未来。如同巴菲特也曾做过失败的投资，例如 IBM、康菲石油公司及 PNC 金融集团等。这些投资当他发现不对劲，与当初买进原因已经改变时，则果断认赔清空，避免亏损扩大。3. 保持 20% 到 30% 的机动部队。现金流动性。如果你在熊市中亏光了所有资本，你就失去可以在牛市中获利的资格。熊市中最大的机会来自于便宜的优质资产，但如果你在牛市就已经重压所有资金，当机会来临时，除了账面上已缩水的本金以外，你将无弹可发。现金在熊市就是你的盔甲，也是你买便宜资产的银弹。拥有 20% 到 30% 的现金部位，让你保持最大的弹性与主动权。现金是你最实在的选择权，它让你能够在别人被迫出清持股时，以更便宜的价格买进优质资产。你不是在闲置资金，你只是在等待最佳狩猎时机。它可以是现金、短期公债、货币市场基金的形式存在，提供你能快速运用的流动性。4. 以定期布局对抗情绪波动。采用定期定额或定期不定额，让市场的波动为你服务。这能平均你的成本，更重要是，它能让你避开追高杀低的情绪陷阱。在市场混乱时，帮助你内心获得稳定，这是一股强大的安定力量。市场波动不是你的敌人，缺乏耐心才是。第4章，长期投资的真正奥义。看看世界上那些真正穿越了数个经济周期的投资传奇，他们赚钱方式大多不是靠运气或短期爆发，而是靠着稳健的风险控制并抓住机会。传奇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区曾说过，你最大优势不是拥有华尔街的情报，而是拥有能够持有股票而不恐慌的能力。如果你喜欢一只股票在14块，然后它跌到了6块，那简直太棒了。因为从14块涨到22块虽然很棒，但从6块涨到22块才是卓越。下跌是你的敌人，但它也能是你的朋友。它帮你创造了便宜买点，但这取决于你如何配置与管理资产，能在市场恐慌时保持冷静，并专注于资产的内在价值。投资不是一场100米冲刺，而是一场跨越10年、20年的马拉松。10年后回报最高的人，永远不是那个在牛市中跑得最快，
而是那个在风暴中依然站着、依然拥有选择权的人。你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能在市场风暴里依然保持不败金身的长期投资者。影片的最后，要取得非凡的成果，没必要非得做非凡的事情。别再把时间浪费在比较上。身处牛市的人们并不会真正担心亏损，而是只会害怕看见邻居赚得比自己更多。嫉妒并不会使人更强，只会使自己偏离航道。你不需要比任何人快，也不需要比任何人赚得多。专注于你自己的比赛，投资从来不是短跑，而是一场耐心、纪律与心理素质的持久战。这些道理你或许已听过无数次，就像起航前的安全宣导，看似无趣，容易忽略，但真正的风暴来临时，它们就是能让你不沉默的那份冷静与力量。回到影片开头的观念，长期投资的心态，重视避免大幅亏损，远比追求大幅获利还重要。在牛市赚钱并不算厉害，重点是要能在熊市中存活。先问问自己，如果市场连续下跌超过 50% 以上，是否能够承受？是否有应对策略？是否已做好准备？当市场恐慌，别人仓皇逃离时，你能守住资产，就是你的胜利。当大多数人放弃、怀疑自己时，你依然坚持保持节奏，那你已经比90%投资人更接近成功。我们会在这片充满风浪的市场中，一起找到最稳、最适合前进的航道。你不需要奋力冲刺，你只需要坚持稳健。宁可保持简单，慢慢变富，也不要提前出局。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未来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相关影片，让我们一起在理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我们下次再见。